这个貌不惊人的男人有多牛逼？他可以徒手拆枪，鼻孔接子弹，一个人可以跟几个人拔河，外加一头牛。可就是这么牛逼的男人，一生的梦想却只是想当个理发的托尼。男人名叫左汉，是一名退伍特工。无敌的他厌倦了终日打打杀杀的生活，他每日都和美女泡在一起，享受着难得清闲的时光。某天，一辆直升机降落海滩，左汉知道国家要派给他任务了。上司告诉左汉，那个叫幽灵的超级杀手跑了。左汉不解，不是3个月前刚抓过吗？上司直言不讳，说他们又把幽灵给放了。左汉怒不可遏。这时，前面的同事遭了殃，领导觉得应该派一支小队沿路保护左汉。左汉觉得太多余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就够了。夜晚，左汉看着梦寐以求的发型大全，他幻想着成为托尼老师的一天。这一天不远了。早上，伪装的左汉单枪匹马冲进敌方的大本营，飞檐走壁的他不费吹灰之力就闯了进去，两脚踹倒歹徒，徒手拆枪，鼻孔接子弹，歹徒都看傻了眼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强悍的人。他一路冲进教堂，幽灵正倒挂在天花板上。他也知道自己打不过左汉，36计走为上策，一溜烟的跑了。左汉脚踩狗头追了出去，幽灵拿出火箭筒，被左汉轻易躲过。眼见左汉如此威猛，幽灵只能开着水上摩托逃跑。左汉追到了海上，他的游泳速度丝毫不逊于幽灵的摩托。幽灵被逼到了绝路，马上拿出一颗手雷，得意洋洋地丢了出去。谁知左汉不知从哪掏出一个球拍，两人隔空用手雷打起了乒乓球。很快，手雷爆炸时间一到，两人赶紧钻进水中。爆炸过后，幽灵发现左汉被炸死了，他欣喜若狂，举着左汉的内裤对周围人宣布自己才是赢家。然而左汉并没有死，他悄悄潜水，拿上了包裹，登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。他要去追寻自己的理发梦。左汉和宠物躲在飞机货舱里，兴致大发的左汉给自己搞了一套造型。狗狗他也没有放过，头顶的毛发被改成了杀马特。左汉用舌头拧开螺丝，逃出箱子，轻而易举地偷渡到了美国。琳琅满目的理发店彻底吸引了左汉的目光。站在店外，左汉已经开始想象未来的生活。换了一身衣服以后，左汉来到一家理发店面试。可理发店的人觉得左汉太土了，在众人的嘲笑声中，左汉离开了这里。既然这家店不行，那就换一家店。老板让他尝试修剪一下假发，可左汉的迷幻操作让发廊里的人摸不着头脑。既然给成年人剪发不行，那左汉就换了一条路子，开始给儿童剪发。孩子不停地哭闹，不愿意配合理发师，左汉上前一通教育。他告诉孩子，如果乱动的话，剪刀会划破大动脉，4分钟之内他必死无疑。孩子被吓到了，直接大哭了起来。左汉觉得烦，用手一掐，孩子当场昏迷。这一操作让理发店的大人和孩子都惊呆了。左汉还教育昏迷的孩子，自己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早就已经杀人如麻了。毫不意外，左汉的应聘之路又失败了。他心灰意冷地找到朋友，朋友决定帮助他。他将左汉推荐到了小美的理发店。左汉大摇大摆地进了店铺，他这次学乖了，很谦虚地表示自己没什么经验，是来学习的。可小美的店铺已经满人，不想再招人。左汉闻言，直接原地空手俯卧撑。小美看他如此骨骼惊奇，就让左汉留下来干点清洁工作。就这样，左汉开始了成为托尼老师的第一步。理发这项职业在左汉的心中是神圣的，他事无巨细，地上容不得一根头发，每天都细心地打扫着里里外外。一段时间后，左汉跟小美提出能不能让自己上场，但小美不信任他，她不认为这个实习生能做好。第二天，由于其中有个店员临时辞职，左汉主动请缨。小美很担心他会搞砸。这时，一个大妈觉得可以让左汉试试，于是左汉赢得了第一次理发的机会。左汉的每一项服务都让大妈飘飘欲仙，浑身散发着恋爱的香味。左汉做的发型也让大妈惊喜不已，他要的就是这种年轻复古风。为了让客户满意，左汉还和大妈来了一场亲密互动。这一举动让其他大妈看到，早上还没开店，几百个大妈就已经大排长龙，点名要让左汉剪头发。左汉声名鹊起，成为了所有大妈口口相传的猛人。洗发水公司甚至要以左汉的名字命名他们的洗发水。看到如此优秀的左汉，小美很快拜倒在他的牛仔裤下。不久后，仇人看到了理发店里的左汉。当年他拿鞋扔了左汉，左汉牵走了他的羊。从那以后，左汉就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。不过他也清楚自己不是左汉的对手，他找来朋友商量，既然硬的不行，那就来软的。几人准备毒死左汉。他们来到药店，念出了一大段的化学用品以后，医生给他们拿出来一瓶皮炎平。他告诉几人，这个药非常好，
几人激动不已，一下子要了12个。另一边的左汉和小美开始了约会，两人感情进度很快，可小美的店却被黑心的房地产开发商给盯上了。开发商打算盘下小美的那块地，将其改造成一个地下购物城。现在其他人都搞定了，只剩下小美的店铺。面对开发商的金钱诱惑，小美不为所动，直接将两人轰了出去。晚上，左汉在巡逻时发现了开发商派过来的手下对着理发店涂鸦，左汉出言制止，几人直接亮出了匕首。同时劝左汉冷静，不要和对方争斗。可他哪里知道左汉是名超级特工，一顿连打带削，几个手下纷纷倒地，只留下一脸懵逼的同事。仇人们用皮炎瓶偷袭了左汉，却发现左汉安然无恙。几人没办法，只能打电话找到左汉的死对头幽灵。幽灵一听说左汉还活着，当即答应要来美国会他。为此，幽灵展开了严峻的特训。早上生吞2只小鸡，中午拳打沙袋、肉排和奶牛，下午在炎热的沙漠里长跑。与此同时，左汉也得知了幽灵要来美国的消息，朋友劝他干掉幽灵，但左汉早已金盆洗手。他来美国是为了远离仇恨，不是为了打打杀杀。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有了小美，就更看不惯那些暴力了。开发商知道惹不起左汉，便想了个调虎离山的计策。他们假借比赛的名义，邀请了左汉一行人过去看表演。不过左汉他们也不是没有防备，朋友打电话通知众人带上家伙，做好准备。每个人都大显神通，油炸手榴弹、烤肠当枪管、肩扛火箭筒，各式各样的武器都被他们拿了出来。表演的那天，幽灵也在现场，谁知左汉突然从天而降，吓了幽灵一跳。两人原本打算大战一场，可朋友却突然打来电话，告诉左汉理发店起火了。理发店可是左汉的命根子，左汉也不管面前的幽灵，直接跳窗逃走，一路空降来到了理发店门口。但幽灵却抢先一步到达了店内，热心爆棚的他决定帮忙灭火。他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，没想到却被困死在了里面。所幸左汉及时赶到，灭火后救出了幽灵。幽灵让左汉和他来一场生死决斗，但左汉已经看透了一切，任由幽灵殴打自己，丝毫没有还手的意思。这时小美赶来，原来她是幽灵的妹妹。在小美的劝说下，幽灵也放下了内心的仇恨。其实她是被迫成为恐怖分子的。幽灵一开始的梦想是想成为一个卖鞋子的商人。解开心结的两人开始了联手，开发商派来的人被悉数解决。这时一个手持炸弹的狂人出现，扬言要炸毁这里的一切。左汉提议两人一起发动声波攻击，只见两人高歌一曲，在声音的共振下，玻璃应声爆裂，井盖都承受不了如此高频。炸弹狂人嗖的一声原地升天了。赶到现场的开发商也被警察抓捕。最后，幽灵开了一家鞋店，卖起了鞋子。左汉也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，左汉的父母也成为了他店里的顾客。这是一部搞笑无厘头喜剧，没有炫目的特效，也没有大场面，有的只是无尽的创意和搞笑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